我们有个叫金山毒霸的产品，已经2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还在增长。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把一个传统的安全工具给 AI 化。我们公司做的 AI 变革就3层，第一层叫思想变革，第2层叫组织变革，第3层才是最后的产品变革。老树也可以开新花。我那天回顾了一下，猎豹移动创业15年了，我们上市都10年了，也是一家有历史的公司了。其实有历史在这个时代不是好事情。对吧？历史就是包袱，对吧？包袱里面其实最大的包袱就是人嘛，对吧？就是我记得当年雷总做小米的时候跟我聊过一句话，他说当年他这个做卓越，让金山互联网化转型，他发现改变上千个做传统软件人去做互联网实在太难了。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有一天他周6的时候发现他们那个电商网站打不开了，他给那个员工打电话说，哎，这电商网站打不开了，你看一下。他雷总知道了，周一上班我就去搞。他说你知道我有多无助吗？就是你知道做传统软件人看来我周一上班就搞多好的，互联网是7乘24小时服务。所以我想说，这个人的包袱其实最大就体现思维。我一直认为，一个工具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它改变的就是思维。如果你思维不改变，你想用好工具是很难的。所以我说我们公司做这个 AI 变革就3层，第1层叫思想变革，第2层叫组织变革，第3层才是最后的产品变革。它不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就是自己得搞啊。大家应该很多人也是工程背景哈，就是你们想过没有，在一个公司里面最反对剑客 AI 的人是谁？一般老板都很想用，最反对的就是工程师，就是程序员。你跟他说 AI 这东西能写代码，他一定告诉你，老板这东西写代码不靠谱啊，不专业，对吧？那怎么办呢？就我自己得上，我就装什么 Web Code 的这工具我自己用，用了以后这个在全员做宣讲，告诉大家，你看我20年没碰过程序，其实我本质上没碰过程序啊。我说我可以写个东西出来，然后全员宣讲，然后这个思想的改变光靠宣讲也不够，得靠行为。我们搞全员编程，不是大赛，是要求，所有人都得写程序。然后这里面就涌现出很多像我们 CFO 的助理啊，这个写的程序秒杀很多程序员的。我们的这个财务法务自己写系统的。客服自己写这个 call center 的这个中间一部分的，甚至我们行政还写了一个什么车辆管理系统这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让大家能意识到，就是今天剑客 AI 能够让代码能力变成全员的一种能力了。所以这是我们做的全员的一个叫思想启蒙和教育，然后再用行为，就只有肌肉记忆才能让他们开始改变。第2件事就是组织变革，组织变革其实也很难啊。比如说我们当时说能不能让 AI 写代码去替掉以前很多业务代码，告诉你第1件事就是业务负责人说不行。会崩老板，对吧？然后你再找工程师聊说不行，我们这有很多 know how， 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有点像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怎么做，就是选一个特区，对吧？中国当时选了深圳，我们当时正好一个老员工要回西安，我说在西安给我搞一个叫 AI 特种兵训练营，在这个地方我们全部都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不问出处，就不问你的毕业学校，也不问你的工作经验，只问你对 AI 是否热爱，你用过哪些 AI 产品，这个作为唯一考核项。第2个，这个组织里面不设岗位，所有人都叫特种兵，就是安排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打破了以前什么前端后端安卓什么这些服务端都没有了。以前我们有一个写网页的程序员进来以后说，第2天我们这个东西要出个 Windows 版，你现在开始写。所以他在内部分享说，他说我认为提高了10倍以上。像我没写过 Windows 程序，如果我重新开始学写，我至少1个月时间。他说我们这件事是昨天布置下来，第2天下午4点上线 Windows 啊，这个 C 加代码这种，然后就用了20-30那个特区，把北京以前很多研发的这个任务全部让这些人接了以后，不仅是这个没有出乱子，而且效率大幅度提升啊！以前可能你想以前做个 APP， 在今天国内你至少10人团队啊，各种什么设计乱七八糟一堆，对吧？我们后来就尝试用1-2个人，也不要设计了，产品经理也自己写代码，和程序员1-2个人、2-3个人就写个快速 demo 上线。好，这个做成了以后呢，再拿这个特区就大家来参观了，就有很多就像当年来深圳参观一样，就很多我们的子公司啊、我们的部门都去看以后回来再学。现在我们进入了第3步，就要把整个公司的这个研发体系变成叫 AI native 组织这个还在摸索哈，后面可以再汇报。所以等到这2步做完以后，我认为这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从产品到交付，从功能提供到结果交付。看上去就是8个字上，我觉得是一个就从思想到组织的深刻变革。朱总这个我一直跟他有不同观点哈，他工具都死了，我跟你说也有工具没死了哈。比如说我们有个叫金山毒霸的产品，已经20多年了，这个不断焕发青春，从去年开始还在增长。这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把这个一个传统的安全工具给 AI 化。今天你下载最新版的金山毒霸，你遇到任何问题不需要再在按钮里找了，你只要跟他说，比如说我的这个网络连接不通了，它就自动给你去一点点帮你解决掉。而是我的 C 盘，比如说空间不够了，或者说打印机打印不出来了，它会自动根据你这去生成一段脚本，现场帮你解决，就像一个电脑专家在你旁边一样。上线以后解决率已经超过80%-90%了。然后在原来的产品上不断通过新的组织和新的思维去构建一个新的产品形态。老树也可以开新花，工具我觉得也是有生命力的。